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里狂奔了几十亿年，速度快得惊人，为什么就从来没撞上过其他恒星呢？相信很多朋友都偷偷琢磨过，太阳带着整个太阳系以每秒230公里的超快速度，在银河系里不停狂奔了整整46亿年，为什么从来没和别的恒星撞个正着？要知道，银河系里足足有上千亿颗恒星，随便一颗恒星和太阳发生正面碰撞，整个太阳系都会瞬间被彻底摧毁，地球更是连渣都剩不下。可偏偏从太阳诞生到现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，它一路狂飙却全程平安，连一次近距离的致命碰撞都没有。这到底是宇宙刻意的偏爱，还是藏着我们没参透的宇宙规则呢？毕竟在我们的常识里，速度快、路况挤就很容易出意外。可放到浩瀚的银河系里，这个常识居然完全失效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就一次性讲清楚说明白。先跟大家明确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，宇宙里没有绝对静止的天体，小到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，大到银河系、星系团，所有物质都在永不停歇的运动，我们身处的太阳系更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，地球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公转，一年跑一圈，完成4季轮回。这个速度放在地球上已经快到难以想象，换算成小时就是10.8万公里，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倍多。但大家知道吗？和太阳的运动速度比起来，地球的公转速度根本不值一提。它和银河系里数千亿颗恒星一起，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，公转速度高达每秒230公里。是地球公转速度的近8倍。按照这个速度计算，太阳绕银河系中心转完一整圈，需要大约2.25亿年的时间。从诞生到现在，太阳已经在银河系里转了整整20.4圈，漫长的时间，超快的速度。再加上海量的恒星，碰撞概率按理说应该极高，可现实却是零碰撞。这背后的第一个核心原因，其实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那就是太阳所在的银河系区域，恒星密度低到了极致，甚至可以用空旷到恐怖来形容。很多人对银河系的恒星分布有误解，觉得上千亿颗恒星挤在一起，密密麻麻跟蜂窝一样，随便飞就能碰到另一颗。事实恰恰相反，银河系的恒星分布极不均匀，整体呈现出核心密集、外围稀疏的状态。距离银河系中心越远，恒星的数量越少，密度下降速度快到惊人。根据盖亚卫星的最新观测数据，在银心周围几光年内，恒星密度可达数十万颗每立方光年，这个密度已经极高，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里摆满玻璃球，随便一动就容易发生引力碰撞。这也是银心区域很难形成稳定行星系统的核心原因。但当距离银心的长度增加到326光年时，恒星密度会直接暴跌到每立方光年 0.4 颗，而我们的太阳系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 2.6 万光年，处于银河系的猎户座悬臂边缘地带，属于典型的星系外围区域。这里的恒星密度已经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。经过科学家的精准测算，太阳所在的空间范围内，恒星密度仅有每立方光年 0.004 颗，换算一下就是平均每250立方光年的空间里才会存在一颗恒星，两颗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也有大约 5.5 光年。打个比方，假设我们把太阳缩小成一个标准足球的大小，按照同等比例缩小距离，那么距离太阳最近的同样大小的恒星，对应的足球会放在大约8公里之外的地方。两个足球在这么远的间距下，想要撞在一起，概率那是相当的低。太阳在这样的空间里运动，相当于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行走，周围极远的范围都看不到第二个天体，别说主动碰撞，就算想刻意靠近另一颗恒星，都难如登天。这就是太阳几十亿年没发生碰撞的最核心原因，基础的空间密度直接把碰撞概率压到了微乎其微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会立马提出疑问，就算恒星间距远，可所有恒星都在运动，万一运动轨迹交叉，不还是会撞上吗？这个问题好，
这也是太阳能平安运行的第二个关键原因，那就是银河系里绝大多数恒星都在沿着同一个方向，近乎同步地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，彼此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极小，几乎不会出现轨迹交叉的情况。很多人觉得恒星在银河系里是乱飘的，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，实际完全不是这样。银河系是一个典型的棒旋星系，整体有着稳定的引力场、银心的恒星群体、星际物质以及包裹银河系的暗物质晕，共同形成的强引力束缚。天文学家通过盖亚卫星对银河系内18亿颗恒星的运动轨迹监测发现，包括太阳在内99%以上的恒星都遵循着统一的公转方向，公转轨道也大多是接近圆形的稳定椭圆轨道，只有极少数流浪恒星会因为引力扰动出现不规则运动，但这类恒星的数量占比极低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就好比高速公路上的汽车，所有车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行驶，彼此之间的车速差距很小，就算前后车距离不算特别远，也很难发生碰撞。只有逆行或者随意变道的车辆才会引发事故。而银河系里的恒星几乎都是同向行驶的状态，太阳和周边恒星的相对速度仅有每秒10几公里，和每秒230公里的公转速度比起来，这个相对速度可以忽略不计。在这样的运动模式下，恒星之间的距离只会缓慢变化，不会出现突然靠近、正面相撞的情况。再加上本身超大的间距，双重因素叠加，直接让太阳和其他恒星的碰撞概率降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。甚至有天文团队做过数学建模测算，按照太阳所在区域的恒星密度和运动规律，太阳与其他恒星发生直接碰撞的平均时间需要长达10到20次方年，这个时间长度是当前宇宙年龄的近72亿倍。也就是说，等到宇宙走到生命尽头，太阳都未必会和别的恒星撞一次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太阳没撞上其他恒星根本不是运气，而是宇宙规律下的必然结果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太阳从来没有和其他恒星近距离接触过，更不能保证未来永远不会有恒星靠近太阳系。碰撞概率极低，不等于零概率，只是不会发生正面致命碰撞。近距离的引力掠过，在漫长的时间里还是有可能出现的。在过去的天文观测中，科学家就已经找到了确凿证据，证明曾经有恒星近距离掠过太阳系，甚至闯入了太阳系的外围。这颗恒星就是舒尔茨星，它是一颗体积和质量都远小于太阳的红矮星，半径只有太阳的 0.1 倍，质量仅有太阳的 0.08 倍，属于银河系里数量最多的小型恒星。目前这颗恒星位于麒麟座方向，距离地球大约 19.65 光年，已经慢慢远离太阳系。而科学家之所以能确定它曾经靠近过太阳，核心依据就是多普勒频移的观测数据。这颗恒星的切向速度几乎为0，正在径直远离太阳，把时间回溯推算，就能得出它的近距离掠过轨迹。根据天文团队的最新精准估算，大约8万年前，舒尔茨星到达了与太阳的最近距离，仅有约 0.8 光年，这个距离已经完全进入了太阳系最外围的奥尔特云范围。虽然这个距离不会让舒尔茨星和太阳发生碰撞，也不会直接干扰8大行星的轨道，但它的引力还是轻微扰动了奥尔特云内的小天体，让一部分彗星改变轨迹进入内太阳系。只是这次扰动幅度极小，没有对地球造成任何影响。人类当时还处于原始文明阶段，根本没有察觉到这次宇宙近距离接触。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，除了已经掠过的舒尔茨星，科学家还通过盖亚卫星的最新数据，发现了一颗正在朝着太阳快速靠近的恒星，未来极有可能闯入太阳系外围。这颗恒星就是格利泽710，它是一颗比舒尔茨星大很多的尘矮星，半径达到太阳的 0.58 倍，质量是太阳的 0.57 倍，属于中小型恒星里质量偏大的类型，引力也要比舒尔茨星强得多。目前这颗恒星位于巨蛇座方向，距离地球大约 62.25 光年，正以稳定的速度朝着太阳方向运动。天文学家结合它的运行轨迹，
公转速度和相对太阳的运动参数，精准推算出了它的靠近时间和最近距离。大约129万年后，格利泽710会正式闯入太阳系的奥尔特云，与太阳的最近距离仅有 0.2 光年，这个距离比舒尔茨星当年的距离近得多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未来最靠近太阳系的恒星。这里要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，就算格利泽710靠得这么近，它也不会和太阳发生正面碰撞，更不会直接撞击8大行星，对地球的直接威胁并不大，真正的隐患来自于它的引力扰动。要知道，奥尔特云里分布着千亿甚至万亿颗小天体，包括彗星、小行星、冰封天体。这些天体原本在稳定的轨道上运行，格利泽710的强大引力会彻底打乱这些小天体的运行轨迹，让大量小天体脱离原有轨道，朝着内太阳系飞奔。这会直接导致地球遭遇小天体撞击的概率大幅上升。一旦有直径超过1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，就会引发全球性的灾难。对人类文明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。讲到这里，我知道有人会焦虑了，担心129万年后的人类会面临这场宇宙危机。其实完全不用过度担心，因为129万年对人类来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。要知道，人类从原始猿人进化到现代文明，用了几百万年，从原始农耕文明发展到如今的航天科技时代，只用了不到1万年。按照当前科技的发展速度，129万年后的人类文明早已不是现在的模样。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航天科技，掌握小行星偏转技术、星际移民技术，甚至有可能走出太阳系，成为真正的星际文明。完全有能力应对格利泽710带来的潜在威胁，这也是人类不断探索宇宙、发展科技的核心意义之一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太阳没撞上其他恒星，核心就是2点：一是所处区域恒星密度极低，空间空旷到极致；二是绝大多数恒星同向公转，相对运动极小，碰撞概率几乎为0。而未来即便有恒星靠近，人类也有足够的时间凭借科技化解危机。其实宇宙从来都不是危险的陷阱，而是一个充满规律的家园。只要我们不断探索，不断强大，就能在浩瀚宇宙里守住人类文明的火种。